欢迎来到航太制造的工厂。如果你要做航太，首先你要先买几台大台的 CNC， 等一下还有一个叫做火焰喷涂，这个也是一般大家在厂内不会看到的。所以我们如何去赏那些情场造谣的小可爱们2巴掌呢？就是我们就要用科学实验。首先第一支挑战者1号，像鞭炮一样。 所以大家不要真的以为就是你有几台加工机，或者是你有一些简单的加工设备，你就可以做航太。其实这是2码子事。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超人少年》。之前我们讲了很多工具母机、CNC 跟各种加工制程的时候，在里面我们是有提到航太这2个字。 大家一定对航太这2个字非常有兴趣，跟觉得它很特别吧？也不是每一间公司都能够做航太的产业。你看这可爱的飞机 logo， 今天我们就来带大家一起看做航太的公司吧。Let's go！ 哈，造飞机，造飞机，飞到机场里。讲到航太这个产业的时候，先给大家一个正确的观念。你知道航太它是一个容错率极低的一个产业，它一样都是交通工具，机车、汽车、摩托车、船。那这几个交通工具，捡到一个脚架。 如果今天汽车在路上引擎熄火缩缸了怎么办？没关系，停在路边。爆胎了怎么办？停在路边就好。如果船今天引擎缩起来了，没关系，在海上漂就好。但是呢，如果是飞机它如果今天引擎故障，或者是起落架它有受伤了，你在降落的时候那个一下去，那个就不是让你在那边漂，可以让你这边等的状态了。所以今天如果你的公司是要做航太类的产业的话，它在加工当中，只要你的加工不慎，稍微有一点应力破坏的时候，你起落架再一下去。 那个刹那，你就有可能会产生很多灾难。所以做航太这种产业它除了你以前的制造能够做好之外，同时呢，后面的追溯期，相较于都比其他的产业都还要更长更久。在我们上电梯之前，有没有看到这个三菱重工优良协力工厂？三菱重工，我们之前在我们频道有跟大家介绍过嘛，它其实是一个超大的军事公司。 然后呢，你知道 Honda 他们其实有做 Honda Jet， 就是那种小飞机。那在进到我们要讲航太的公司制造的之前，我先给大家一个飞机的制造概念。我们在搭飞机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分成单走道跟双走道。双走道的飞机，那它的承载量就比较大。单走道的飞机呢，就是可能我们很多有时候去国外玩啊、旅游出差啊，就是你也常会搭到的。只要你有常在出国的人，你一定有看过非常多不同的航空公司吧？但全世界呢，大概有5000多间航空公司。不过你知道全世界能够做飞机、组装飞机的大概有几间吗？其实大概就5、6间而已。里面呢，包含2间最大间的你所听过的波音啊，还有空中巴士啊，这2个大概占了95%吧。当然还有巴航啊、什么 ATR 啊这几个，但是主要最大的就是这2间的波音跟空中巴士。基本上你搭到的飞机，大部分也都是这2家。而台湾其实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厉害。台湾呢有做非常多提供这个世界各地的航空产业，不管是它的材料啊、结构件啊。 电子零组件啊，飞机的复合材料啊，起落架啊，然后航电设备啊，就各种东西，其实台湾都有提供。然后嘞，看来我只能把它整个转下来了。你看，一个飞机的种类有分成这么多种，从那个最小的1人座的、2人座的，然后喷农药的啊，然后或者是一路到单走道的啊、双走道的啊。大家在台湾看到的飞机大概有2种，一种叫 Business Jet。我当时在法国利曼的时候，在那个赛车场上，活动整个结束了。 我们呢，其他人就要搭着小巴士，大概要7、8个小时到机场。但是旁边就有一些大老板，他们就是坐私人飞机，直接在利曼的跑道旁边直接起飞，直接走了。他们的时间非常的贵。而另外一种我要去搭的呢，就叫做 commercial aircraft， 就是我们一般在搭的飞机，大概就是在这一排以下100人以上的商用客机，你可以划分出一条线，然后一下这样子。 当然还有，在台湾你也会看到叫 regional jet， 就是那种100个人以下，在区域跟区域之间小型飞行的，台中飞澎湖啊，台北飞台东啊，就是比较短程的，不像是你要跨整个航线的。所以就有如我在一路上所说的，你在一个整个修润里面，你会看到非常多的这些零件。但这些零件呢，它跟一般我们所在 CNC 加工或者是铣床里面所做的零件有什么样不一样的？ 最重要的差别就是它要能够回溯，就是当我这个零件、这个材料我做好了之后，假设有一天它出意外了，能够回溯这个东西是哪一间公司做的，是哪一个材料做的，是在加工程序上有哪一些问题，造成它产生的一些破坏，或者是造成它产生的问题。就像这个，光是一个小小的飞机起落架，你知道飞机起落架
它的材料也分支为非常多种，从以前人类演进嘛，所以那个材料科学，人类已知用火之后，进到金属器时代，金属器时代之后，然后我们又进到能够合成各种金属。在这段路当中，材料它本身一直在进步，加工呢也同时在进步。以我们平常在搭飞机的这个重量为例，起飞的时候跟它降落的时候，这是在所有飞航当中最危险的时刻。所以当如果这个加工上面产生了一点点的裂痕，你能够想象一个飞机的起落架，它在起飞跟降落的时候所要承受多重的重量吗？你猜猜看，3、2，恭喜猜错，大概是500吨。我们就找一个它最薄薄的边这边好了，它如果这边产生一个裂痕，就有可能在那个500吨的重量瞬间当中，它就直接断，然后整个是砰，或者是起飞的时候断，你没办法降落，搞笑啦。所以一台 A350下面几颗轮子，它光空空的放在那边就大概300吨，但是当它起飞跟降落的时候呢，那个瞬间的冲击力也要到500吨以上。所以这个时候你做的起落架就要能够承受500吨的重量，不然你们全机的人就会直接全部接上地。所以其实，在市面上才会很多人说，做航太的它其实是一个高科技产业。它最重要的是要统计这些长远以来的数据，跟他们在加工过程中要100%的全检。虽然说它的很多加工制程呢，看起来会跟一般的传产看起来好像很像，但是呢，你就可以想象哦，它其实是一个不容许出错的产业，也就是称为诚实文化之产业。像手机 iPhone。我们是不是每年都要追求最新的系统、最新的软体、最快的速度？但是呢，你的 iPhone 应该有宕机过吧，或者是你的 APP 应该也有宕过。虽然一样是高科技产业，但是在航太上面相较起来呢，就是我们宁愿不要它那个是最快最新会容易宕机，就算它只有10%、5%的宕机几率都不容许。我们宁愿做一个非常极度稳定的系统，让它100%不宕机跟不出问题。这个呢，才是你做航太的公司里面就是必须要能够学会的事。所以一颗引擎。基本上你做起来，你可以赚个30年、50年，不会改变，因为不需要改变。我要稳定，要可追溯。当这个飞机飞了30年，最后1年出了意外了之后呢，我要能够找到这间公司算账。所以其实航太的公司，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不像是一些高科技类股，会突然会爆冲，你知道吧？它如果今天有上市上柜的话，它就是一个很长期、很稳定，因为它必须要能够承受的是30年的追溯期。只要它的公司员工诚实，好，或者是我在加工的时候，我觉得哪边怪怪的，我要真的要往上报。所以你如果今天是一个很诚实的人，我就非常推荐你可以到航太的加工公司来工作。那我们就来进产线喽。其实刚刚在我们这个镜头里面有一些东西就是军事机密，反正我没讲，你应该也不知道哪些是机密，对不对？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泛黄的小海报设计图？CFN56整个引擎的零件里面，他们有分很多段落嘛，就是有人是做前面冷段的部分，然后有人是做后面热段的部分。他们公司就是做这后面热段的部分，就是超合金，也就是大概是用在1000度以上温度的零件。你看到这海报这个泛黄的状态，就知道它这个东西到底有多老。那它现在已经没有在装了，但是还有在飞，它现在已经改版了。后面的内容就牵扯到机密了，那你可以自己判断一下。你觉得一间公司如果它可以接它20-30年的工作，那后面改款了之后会不会让它接呢？股票你可以考虑一下。Honda Jet 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 Honda Jet 的飞机，是第一次美国跟日本他们一起合作开发引擎啊，一起所做的就是 Business Jet。那为什么这个海报会放在这里呢？那肯定就是这间公司一定有提供给他什么东西吧？这可以讲吗？可以讲哦，对他们有帮他们做了。我就怕被骂。你知道有一个小道知识吗？全世界大概现在 A380 退役的时候就是 A350 里面它有很多的特定零件跟起落架，60%都是台湾做的。全世界的单走道飞机，它的引擎机甲跟悬块跟特定零件，70%都台湾做的，酷吧？欢迎来到航太制造的工厂。如果你要做航太，首先你要先买几台大台的 CNC， 像是我们之前在日本所拍摄过的马扎克啊、DMG 莫利啊，或者是像这些，你的工件能够做到一个超大尺寸，整个人可以走到 CNC 的机台里面，直接被人家车死的 CNC。我让你看一下好了。台湾不是大家买不起，而是有买这种机器的人哦，大家通常都没有让人家看。你看它这个这间里面是不是比你的房间还要大？比你房间加厕所还要大的 CNC 啊？可能从镜头里面拍起来会有点小，但是大概6坪大，可以放2张床没问题。而这间公司它除了一些零件之外，连飞机里面最危险的起落架它也有在做。这个制程说起来其实也不难，首先就是洗消，然后钳工，之后检验，然后特殊制程清洗，再检验，然后再喷漆，就这样子就完成了。
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其实有一部分非常的困难。因为首先你可以想象，假设我们从台湾起飞的时候，我们的平常温度大约在35度，当我们飞到3万到4万英尺高空的时候，你会变成零下40度到零下57度左右。之后呢，它再带到另外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呢，它可能的温度又是会更热或者是更冷。而光这个温差跟这个材料的问题，我跟你讲，在台湾就非常多的公司没办法解决。像我在身后这个看起来你好像觉得没什么的东西，它就要1亿哦。而这个东西的油萃热处理呢，它其实就是我们在刚刚所讲到的特殊制程。在这个厂房里面，从这边一路走过来，到右边过去，我们都可以称之为叫特殊制程。也就是在我们这一集里面想要特别拍给大家比较不一样的东西。除了油萃之外，等一下还有一个叫做火焰喷涂，这个也是一般大家在场内不会看到的。跟这个看起来有没有像《七龙珠》里面达尔有没有贝基塔星球搭来的？这个呢，它其实叫做真空热处理炉。而旁边呢，还有一个东西叫大气热处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 Netcat 它其实是在认证，不管你是有加工的焊接、热处理、化学加工、复合材料的任何制造，它其实就是要透过这个第三方检验认证去检查它到底 O 不 OK， 能不能搭载这么多人的性命飞到3万英尺的高空。但是30年前没有这个玩意儿，30年前就有飞机了嘛，所以每个生产链跟供应商，大家就要送到波音去认证啊，然后送到空中巴士啊，送到 GE 啊去认证，那就很麻烦嘛。所以美国国防部就整合了这个所有的航太公司的需求，把它变成一个叫 Netcat 的认证。你知道 Netcat 是有分金银跟一般的，就像是米其林有没有？米其林认证，米其林1星嘛，然后米其林3星嘛，3星就很像是金牌的概念。那我们今天来的这个成田，到明年2025年是台湾第一家唯一有5张金牌的厂商。所以如果今天上网看一些人会写说有摆几台 CNC 就叫做航太，那个叫傻傻的不懂，你以为这么好做？那他们我就来做航太啦。特殊制程啊。另外一种东西，应该大家很少见过，这玩意儿呢叫做珠级。你可以走到里面看，你可以看到它的地上，里面呢都很多像锥形形状的地板，一个一个，它好像在收集个什么。在上面这个是起落架的零件。什么东西叫珠级呢？它就是用一颗一颗的小钢珠、小珠珠在里面疯狂的喷射打它，打在这个钛金属上。有的时候呢，它是打高强度钢，有的时候打钛合金，而珠级的冲击力非常的强。如果你今天你把一只猪吊起来，用珠级打它，它会打到不成猪样。所以说，我们要么就是牺牲一台摄影机放在里面，或者是要么就牺牲一个同事在里面录给大家看。老板，我要离职。我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珠珠到底长什么样子。我现在手上抓的这个珠珠呢是230的，也有一个叫330的珠子，它的大小不太一样。大家是不是看不太出来这个大小？我特别拿了3颗给大家看，有没有看到我手上有3颗？这是330，这个是230，中间这一颗小小的是170。为什么要分珠子的大小呢？因为珠子的大小它只要不一样，它的 NTB 就不一样。你知道要怎么样去换算冲击力吗 ？V 呢就是它的速度 ，N 呢就是这个东西的质量，然后上面的 T 呢就是它的接触时间。所以 F 等于 T 分之 M 乘以 V， 你就可以算出这个 F 的冲击量。讲错的话，你下面留言告诉我。好的，了解这个珠珠的大小之后呢，再搭配机械手臂，我们为了符合这个劳基法呢，我们就用合成的方式给大家看。那为什么要用这个珠珠去喷它的表面呢？其实这是一种表面强化处理的一种方式。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你拿一个很小很小的铁锤，然后在上面很平均的这样敲，像是断敲一样。你每次断敲呢，它就会改变这个材质的碰撞，也会产生热能，同时呢也会改变这个强度的排列。而这个东西跟喷砂其实是不一样的东西。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警语：航太制造工业犯错并不是罪恶，隐藏犯错才是罪恶。如果您犯错或者是发现有错误，请立即通报你的主管，这是您分内应尽的责任。因为他如果手臂光敲到一下，他如果产生一个小裂痕，刚好你家人搭到那班飞机起落架下来要坠的时候，刚好就是因为那个裂痕，棒，罪恶。特殊制成另外一种大家基本上没有看过的，就是叫高速火焰喷涂，不是高速婆婆，长这个样子。当当，如果你是做航太或者是做半导体，你在里面你会发现这个声音就不太一样了。水声之外，你有没有觉得我的声音被吸走？里面的场所像是录音室一样，因为里面当火开的时候会超级吵，会这样啵。这个东西台湾很少人会，也很少人在学。但是我觉得学这个东西还不错，就是因为要么做航太，要么做半导体，都可以用到这个技术。那你如果想要学这个技术呢？找他没徒弟，现在没有徒弟，你可以找他学。那究竟高速火焰喷涂跟一般我们看到的喷漆
还是我们看到的就是粉体烤漆，一样就是有加热，一样就是有一些微博的敏感，到底差在哪边呢？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要取代电镀这件事情，本身在做镀铬这件事情的时候，它就不是一个很环保的事情。所以其实高速火焰喷涂它的制成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像是一种金属涂层，把它喷在你要的工件上面。那为什么它可以拿来取代镀铬呢？因为除了环保之外，它能够补的漏又能够比镀铬还要再多一点，它的耐用度跟它的耐磨性又都比镀铬来得好。那它喷起来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来，我来剥一颗给大家看啊。这个东西哦，超硬，你看把它敲的时候会有这个声音。那这个东西跟早上我们所看到有机化学的涂料差在什么地方呢？差在这里。差在哪里？航太哦，就是要飞嘛，它要能够承受耐腐蚀、耐温差，还有耐刮。所以通常我们喷完一个试片的时候呢，你就会拿这个去割它。在江湖人称百格试验，百格试验有一个小零件很可爱，它就是用拿着美工刀或者是拿着百格刀，然后这样一条一条割试，所以就是100格，称为百格试验。百格试验主要目的是要测试它涂层的这个附着性，所以它用刀子把它割完之后，它再用胶带粘在上面，把它然后撕起来，然后不会掉。那为什么叫百格？那因为它像就是割起来很像格子的衣服，对啊，像衣服，所以俗称叫百格。我们讲到这边这个时间点，热处理它会差不多了，我们可以带大家去看热处理到底是有用还是没用。那到底一般的热处理跟油淬热处理还有真空热处理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异呢？这个时候呢，民间其实有不一样的说法，但是呢，我们为了要怎么样做事实的验证呢，我们就可以直接送到实验室里面去做给大家检测。毕竟你要相信材料，相信科学，相信Dr.超。实验室啊，阿仔师有跟你们讲过，如果想要上班吹冷气的话，到实验室里面来。你知道实验室里面它所要纯样的东西非常多。像是我们刚刚那个油淬的炉子里面，怎么样去证明说我这一炉的油淬是 OK 的呢？旁边我们就会放一个试样或试磅，用一样的材料、一样的温度、一样的油淬方式，然后把它留存下来。那像这一类的航太的公司呢，文件资料啊，就是当时它是用哪一炉制造的，用什么样的材料制造的，它经过什么样的加工制造了，这个东西它都要留存50年。就是让人家追溯。那我们刚刚有做了2个，一个是油淬的，一个是真空的。要怎么样尝试它的耐受度谁比较高呢？我们现在的现场直播都可以下注。真空比较高。你觉得真空比较高？你觉得跟着达尔一起搭着太空舱来比较高？但是那个油淬花了1亿哦。那你赌什么？我觉得是油淬。我赌油淬啊！你有在用淬吗？你知不知道在以前哦，油淬的方式有很多种嘛？有人用那个盐巴嘛，有人插到土里面嘛。然后有人说什么，就是拿一只猪，然后那个断好了之后，然后把它插到那个猪的身体里面，再拉出来，用那个猪油的那个油的特性，然后让它降温嘛。但是做航太的材料，你当然就不能用这么样的老腮乎的这种经验值。淬火的方式有非常多种，然后以前我们频道有拍过一些，不过今天的这2种是大家比较少见的。所以我们如何去赏那些情常造谣的小可爱们2巴掌呢？就是我们就要用科学实验嘛。首先第一支挑战者1号真空处理的这个试磅呢，就是它的不同粗度，它能够拉的磅数跟吨数就不太一样，你就可以用着这个物理的基础去试算说你要多少的直径，大概可以到多少的时候，它是一定可以承受的范围。老板今天要拉多少？这一支是130 K， 大概是3吨左右。我们来赌断，就断的砰停下来的那个数字当多少？82。你抓80。那我81，你要压吗？要不要压？猜对薪水加10%。81。81我写，81我刚讲过了。83啊。你以为我们公司怎么加薪的？我们公司加薪用赌来的，你不知道？好吧，来吧。83124，那谁猜对啊？ 83啊。83啊，不好意思啊。 831啊，超过83了。没有，我等一下，828624，拍谁啊？82，你要靠断裂点，好不好？82，来，再给大家一次机会。刚刚是真空，我们现在换油淬。我们刚刚拉的那根棒子试磅也是这样子哦，但是为什么拉到中间它变成歪掉呢？是因为它中间断的地方其实比较细一点，我们就是要让它断在中间，所以中间比较细，所以等一下我们拉变形的时候就是中间那一段，这里正中间，看不出来吧？厉害吧？我的眼睛就是游标卡尺。好，来多少？就基准点，来一个基准点吧。170哦，再给你一次加薪的机会，再过完就要年终喽。160。160，好，来换你。169。169。172。你的身高？对167。到底油淬跟真空热处理哪一个强度会比较强呢？我们先跟大家做一个实验数据给大家看一下，大家再来做一个评断。
像鞭炮一样。169。 169，泰山是哦。啊，恭喜你，恭喜你，今年就加个10%了。数值写168啦。哎，数值是写168拍谁？所以很有趣哦。你看拉开的时候好像砰，然后像火焰炸掉一样。其实一个钢材它经过不一样的处理，它能够承受的拉力跟它承受的应力是会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的意思是油脆比较好？哎，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跟你讲，做航太哈，就跟土炮 DIY 是不太一样的。航太最鸡巴毛的地方就是哈，它这2个材料其实本身就是不一样的。第一个拉的是4340。第二个拉的材料型号是300M。航太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哦，只要是你用这个型号的，它就在法规规定上面，你就是必须用真空处理，还是必须用油淬处理。所以假设它如果今天是一样的材料，其实用真空淬跟用油淬，它其实所达到的效果、达到的拉力是一模一样的。它只是在乎是你今天你要搭高铁去台北，还是你要坐客运去台北，还是你要自己开车去台北。但是它为什么要规定这些东西呢？热处理的时候，它的曲线就是都是要在他们规范值里面。所以大家不要真的以为就是你有几台加工机，或者是你有一些简单的加工设备，你就可以做航太。其实这是两码子事。所以今天如果你的公司可以接到这2大家就是公司里面产业的供应链的话，基本上你每一个数值，不管你是硬度啊，然后或者是你的拉力测试啊，或者是你在材料里面的试片啊，你全部都是要被规范、被记录，然后全部承载在这个里面的。好啦，那这一集差不多就这个样子了哈。在这一集的最后结尾，我来带你看一下这个老板他到底多喜欢买设备。他除了这个特殊制成的那些右半边看到的这些设备之外呢，请看一下左半边，你有没有想过，一个老板喜欢买设备，买到连化学槽都自己买？不管你是要做钝化啊、做阳极啊、做酸蚀检测啊，你都可以在这个厂里面去看到。所以你可以看到后面有没有冲洗槽，你已经可以上去冲洗了，上去有可以洗温泉的感觉。如果大家对于这集很有兴趣，多多鼓励这个老板。常常找我们来拍摄，在我们今天讲的任何制程有任何的问题呢，都欢迎你在下面的留言区来问我们。如果你的公司有自信，保证你的东西做出来都能够100%的接受检测，那也欢迎你加入做航太的行列。今天我们大家看到的设备就几百亿去了，他们公司有上市上柜，他们公司有股票可以买。如果你还想要看什么样有趣奇怪的公司，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希望这一集有让你增加一些奇怪的制程的知识。那我们下礼拜再见喽，拜拜。造飞机，造飞机。你知道以前有一个才艺表演，就是大家会流行学萧敬腾唱《造飞机》。造飞机，造飞机，飞到天朝里，蹲下去，蹲下去，我就飞起你。大家去唱给董事长听。你知道他们董事长跟他们的公司啊，是老师跟学生一起出来开的。有一天我上课上了半，跟老师，老师，阮吼来开一间公司啦。老师你卖搞扯啊，你出来跟我开公司好啊。然后学生跟老师就出来成立一间公司，所以他们这间公司里面很多人都是被这个老师教过的哦。我忘记是谁找谁了，反正就是一起，然后出来开一间公司。所以在这间公司，你可以骂脏话，但是你唯一不能骂的就是你脑。